我是猫叔，我来自东北，我一直在常州做宠物生意，明天我就要荣归故里了，就是打包回东北老家。我妈那一段时间嘛，就特别催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哦，那好吧，回家结婚吧。亲戚，然后介绍了一个女朋友，然后聊得挺好，其实聊得挺好，也是搞宠物的。然后我就想着，哎，也许是缘分吧，可以完成母亲的夙愿吧。她想要我结婚，然后想要抱孙子，我觉得我也可以完成，我也可以这样做。我当时是这样觉得的。怎么定位你自己？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同性恋。跟一个女生结婚这件事情，对于你来说，会有道德方面，或者是会有，很多东北人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埋得很深。我也可以委屈自己，成就这段婚姻，就是让家庭都很好。我都想得很好，当时我想得很完美，就是说我可以和他结婚了，有孩子，然后我可以再回南方去工作，然后扔他一个人在家照顾我母亲。你这个说法说出来要被打了。我想得很美的，真的，当时很完美，真的。因为母亲催得很紧，然后我就这样想，然后回到家，然后其实都订婚了。沈阳的房子就是我家亲戚的房子，是一个复式的，是我没回家之前就开始装修了，我母亲都花钱装修了。所有的家具都是新的，回家一段时间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可能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就是慢慢的明悟，我不适合撒谎，就是一个自己就是不爱的人，然后一起生活，我觉得会很为难自己，也会为难别人，就是大家都不会幸福。就是我住在我们装修的新婚的房子里边。他已经很多暗示，就恨不能就留在你家，然后晚上一起睡。但是我真的不能够，就是一点都不想。花了半年的时间，就是慢慢的明悟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就是我和女人在一起真的不行，真的不会幸福，而且不是一个人不幸福，那等于是两家人都不幸福。我母亲也不会幸福。那你如果说成天在一起吵吵闹闹，对吧？然后再离婚，再有个孩子，我觉得那可不是一点点的事情。然后就决定毅然决然的分手了。然后那个房子就装修钱全都扔了。因为后来又认识了一个这个常州的人，然后就直接把东西都直接搬到常州来了，猫啊狗啊都运到常州来。在这里待了10年，直到如今为止。我知道的很晚，是等于是当兵之后，23岁，因为那个时候是 BF99聊天室，在普通的聊天室，然后可能是一个 gay， 应该是当时不知道啊，但是，他跟我说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聊天室。然后他就给我推了这个聊天室，然后我就进里面聊，他们会什么1啊0啊什么0.5啊，你是什么型号啊，什么乱七八糟这种东西啊，我不懂，就慢慢的会沉迷于其中。然后是，当时聊天就聊了一个北京的一个算是网友，他请我吃饭，喝多了，然后我就把他弄了，对，然后当时的感觉就是。很彷徨，就很惶惶不可终日，就会上网去查这种东西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。比方说，可能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同性恋可能就是艾滋病的代名词，然后就可能我就会去上网查会不会有艾滋病啊什么，就很害怕，就几乎都吃不下饭，吃饭都恶心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你自己做的呀？对，是啊。因为可能懵懂无知，对刚刚接触这种就人对未知的事物的恐惧就占据了上风，就很恐惧。后来我就跑了，我就直接从北京走了。我把它总结成为人总要有经历，就经历，这是人生的一个经历。然后后来就回到老家，然后就疯了，
就突然间打开了世界的大门一样，认识了几个就是我们当地的就比较出名的 gay， 就迅速的融入了这个圈子。那个时候就感觉疯疯癫癫的，很母妖怪一样的，现在说就是妖怪，就跟他们一起出去玩，就很有意思。我慢慢的就发现，好像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是特别喜欢看男孩子，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，比方说跳皮筋。然后耍卡拉哈，小的时候我就手很巧，然后会织些什么毛衣呀，我手工真的很好，跟我妈学一些什么钩拖鞋啊，但是自己可能钩不好，但是属于那个很心灵手巧的那种，我就觉得好，可能自己之前没有发现。我在找到自己的路上蹉跎了10年，就是真的是10年。一直在问，一直在找，我要不要告诉他们？其实我也怕。10年当中，我也想回家，我哪有孩子不想家呢？在万家灯火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你不难过吗？你看到别人家团圆，然后一家人在一起热气腾腾的吃饭，你一个人在家里不难过吗？真的难过，也难过。偶尔想回去，就是。可能也怕街坊邻里说闲话，就是毕竟30来岁了，然后不结婚，怕七大姑八大姨的追问，父母都也追问的呀，是不是？孩子，你30岁了，怎么还不结婚？你能不能带个女朋友回来？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回来，对吧？你有没有那啥？我撒过很多谎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撒过一个谎就要用无数个谎来圆。我暂时不想，然后或者是要么就说，我生病了，对，各种想办法，反正就是逃避。当时是过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，算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站住了脚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我记得特别清楚嘛，就是还是2010年10月2号早晨的工作结束，就是我把狗都放完了，然后院子里清扫完了，然后我打开电脑，我基本每天都会打开电脑，那时候还是 QQ 嘛。QQ 弹出一个对话框，就是我老弟，他留的很简单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哥，你爸于昨天，那个去世了。当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，就是反正是哭的，真的是哭的一塌糊涂，就是当时这眼泪就下来，然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找到电话去跟家里打电话的。然后就确认我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但是我父亲是肝癌去世，他的肚子很大，就是肚子胀得很大，他是肝硬化转肝癌，然后就是肝大脾大，然后的肚子就是腹水很严重。我母亲就告诉我，就说，他们就已经在排队了，已经在火化的地方排队了。因为他肚子很大，家里停不了，怕炸开嘛，就已经在火葬场排队了，所以我也没有回去，就是没有见他最后一面。10年没有见过，父亲去世了都不知道我是一个这样的人，他一直在追问孩子你怎么了，孩子你什么时候结婚，你什么时候那时候，一直在问，不停的问，然后我不停的逃。我父亲突然去世，就是一个对我冲击很大的一个契机，我就一定要让我母亲知道，因为我母亲还在，我需要让她知道，人生无常，不知道我母亲什么时候就没了。我不想留下什么遗憾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决定，就是向他出柜，就是推倒这堵墙。我们之间有一堵墙，我觉得。春节的时候回去，然后说服了我的姐姐，就是，堂姐吧。我堂姐知道我的事情，就只有她知道那个时候啊。然后其实她是看我眼色行事的，我就觉得我妈。那天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情绪很高涨，很开心。然后我觉得在他很开心的时候说这件事可能会，冲淡一些。然后我又很怯，我觉得可能由旁人说可能更好一些。我姐姐只说了一句：“大姨，你知道那个李贺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结婚吗？”她说他是同性恋。咵。就站起来，桌子掀掉，我妈就疯了，拿起旁边的那个笤帚就来打我，然后我就在那坐着不动，然后我也在那掉眼泪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妈就突然间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
我还在这坐着，我还不知道其实我没看他。我姐说快点送医院，我妈就口水流下来，然后就送医院去抢救，脑淤血，突然间脑淤血。我姐说这件事情就先到此为止，你不适合再出现在她面前，恐怕她再受到刺激，你先回去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其实我就是她已经脱离危险的时候才走的，因为她突然间脑淤血，我也会心里也会挣扎，也会害怕。如果说她当时一下子过去了，但是就是反正我还是觉得他知道的好。我是这样的人，如果我找一个另一半，我还是会觉得能够得到家人的祝福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希望他们能祝福我，就是能觉得我幸福。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个动机其实蛮自私的？会的。我一直相信父母是爱孩子的，是爱我的，他们是爱我的，他们会尊重我的选择。你觉得你隐瞒下去他就不知道吗？就像我说别人一样，那你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辉，你觉得你家里人不那啥吗？你这不结婚一辈子，难道他就不知道吗？他也肯定会有想法的。他也就像我们的父母，他也是老白毛了，也都是对那句话，我们东北话就是老白毛了。他也精的，也都是人精，他也不是没有脑子的，他也会去思考问题的。其实还是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。对，并没有改变我的初衷，我一定要让他知道。第一次出柜很失败，5年之后我再出柜。这个5年呢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没事的时候就跟我妈聊，然后会去给她发一些资料，就是一些东西，就是比方说哪里，同年那个结婚允许了啊，然后谁和谁那个登记啦，什么哪个明星啊登记了什么玩意儿。他就不会回应，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会看。儿子发给他的信息，我觉得他应该会看，但是我不会一上来就发，肯定是会聊一段。就比方说，妈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然后什么样啊？你身体怎么样啊？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？你血压高不高啊？挺好的，我挺好的，怎么样？然后我就会，发一个链接给他。然后5年之后过春节我又回去，其实那次我也没有说我是同性恋。我也没有告诉他，就上来一句我就是同性恋，我不想这样，我觉得这个，这句话上次说过了，没用，我就是而且刺激很大，然后我就其实我用了2个半小时来讲我所有的经历，就是我这10年在外面的经历，10年我什么都做过，我在工地上扛过木头，我在最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开始繁殖的时候。被骗过，我身上仅有的2万块钱被骗光啊！我有男朋友之后，别人的眼光是什么样的？然后我希望别人的眼光是歧义的，是歧视的。我希望你们的眼光不是，我在你们的眼中是你们的孩子，你们是爱我的。我希望你们给予我爱和支持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妈很平静，那一天出奇的平静。倾听，他一直都没有说话，但是他几乎那个眼泪都在眼眶里，只不过没流下来。我讲完了，大概有10几分钟，他都没有说话。然后他突然间说一句：“孩子，那你老了怎么办呢？”然后当时我就我突然间想到，就是父母其实他考虑的不是说你是不是同性恋，他考虑的是你如果走上这条路。那个以后的路该有多难，然后我就很俏皮的说，我说现在多发达呀，有那个养老院，而且我说赚够了钱，到哪不能那个养老啊？我说对吧？我说养老保险买好，那个叫有退休金，还愁养不了老吗？我母亲2年前检查出了那个阿兹海默，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症。他就会选择性忘记这件事，那段出柜的经历，就是这2年我回去，他还会问，儿子你什么时候结婚？有对象了没有？他就会把那一段彻底抹杀，是潜意识的，还是特别希望你结婚生孩子，就是达到幸福的彼岸。其实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，就是给我祝福。他可能其实我特别希望的就是我如果有另一半，然后我可以带回家，就是
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，然后吃饭。可能如果我有另一半带回家，可能还会有非常过激的反应，但是不会后悔我做的决定。除了他都接受，我舅舅我姨都接受，全都接受。我舅舅特别有意思的就是，我不管你怎么样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。就像前段时间我决定回去给我舅舅打电话一样，我决定回去啊，然后我舅舅就说现在有男朋友吗？要带男朋友回来吗？然后我说那暂时还没有。然后我老舅说那你回来要找一个吗？我说啊，那对我打算回去找一个。虽然我妈妈现在可能生病了，然后选择性的忘记我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得到了家人的认可，朋友的支持。我觉得某种意义来讲，我是觉得还是挺完美的。哎，你好。放在这不要紧，我给你这个，麻烦你啊。送走了。